过来看一下，它里边燃都已经在村里头到处都能可以看出来以前的痕迹，但不清晰了。一个壁虎，哦，来撒撒，哎，是不是？拿出去还是有点可以，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对，一爱的在下面，要不得老是喂自己。玉溪沿河古镇现称为沿河街道，它是一座始于大理国时期的百年古镇，但如今部分房屋倒塌，呈现出原生态的正在消失的古镇风貌。沿河一词最早出现在大理国时期，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一座座橙红色的土木或是砖木结构的老宅院分布在街道两侧，超过一半的民居已经年久失修，成为危房或是轰然倒塌。虽然已是斑驳沧桑，即使街区破败，还是有10多户居民不愿离开，依旧居住在有着100年历史的古民居中。从留存下的建筑中依然可见沿河古镇当年的繁荣，就如同那些不愿离去的镇民一样，他们将一生的记忆都留在了这里。古镇的消逝亦如同他们的生命。这个小桌子可以带回家去。现代。沿河古镇，一户搬废弃掉的居民。你说我要有这样一个小院子多舒服，每天在这烤太阳，看看书，没有什么不好的，随便做一修缮就可以用。你看还蹬不动，不是你轻轻松松可以把它搞定掉的。哎呀，在昆明嘛，我就带回去养花去。问题实在太远了，为这小点事儿带回去不值当。其实这里是有很多可能老一点的东西，有没有？比如说。好房子呀！吓我一跳，我说什么东西？一个壁虎。我还说什么呢？吓到我了。窗子要常年开着它，让一些好的空气进来。从这，哎，在日本有这样一个叫做什么意境，就它不用做画框，整个房间通过一个窗口出去看到外面的景物，叫一物一景还是什么的，我忘了这词儿了。从这里看景，你用手机试试，比如说你在这里是一个书房，把那墙再做矮一点。但是人也想到了，
要透光，要有光进来，就做了一个玻璃的顶面，让光能够进来。这些个梁，虽然是民间的，但是它有民间也有一定的，都是榫卯。你看，我现在在里面都挺结实的。嘛也没有。这是一柴房，有很多瓦片，其他什么也没有了。瓦片有稀奇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有一小个黑板，像这里，它有一小块黑板，有的是用雕刻已经刻好掉了。一会儿我带你过去看，还有很多，你看那个像窑洞一样。你能清晰的还能看到一些是动物。但没能看出来是些什么字，有的可以看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传达室？可以看出来以前的痕迹，但不清晰了。人都很不在这里住了。我这个有意思，给你看一下，一个瓜在藤上就已经慢慢枯。它我随便清洁一下它里边燃都已经叫什么刚硬化，很有意思。这个作为一个装饰品，还是挺好看的。有的人喜欢这些东西，有的人不喜欢，你就摆给他也不一定喜欢这东西。但我们就是走到哪都很喜欢去收集一些，别人不想要的、扔了的、丢弃掉的东西。有这么好的地方作为一个麻将室，这就是那个像他们的一个中心广场一样。走，我们去上面有未待开发的地方，去上面看一下。这是我第2次来这儿了，这次我会更仔细，因为上次来下雨大。
兴趣，但又怕被别人误会。吃了自家烂的三十五。我可以卖的吃。哦，还卖自种。这是一口井。这户人家一定从前是很有品位的，有个天井，但现在变成了公用的路面了。这个应该以前是人家的天井，你去看一下那个井。没水了，空井。这个香的不得了啊！轻轻一水。特点不是太大，是一个普通的。一些人来收村里的老物件儿，这个就是拿去城里就是好几大百，在这就是一个废弃掉的东西。但这玩意儿来5个人都不一定搬得动它。这送你都拿不走。有的人喜欢研究别人菜地，有人喜欢研究别人房子。这2位就是喜欢研究别人菜地的人，每次看到菜地都走不动路。喂，过来。出来外面撒野了，高兴的不得了。你看他，回来。可以说说这个村口的大榕树，盘根错节。
这里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在村里头到处都能看得到的一个东西。你看垫脚的石头，但是后来我才看了一下，我才知道这叫柱础。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它如果用木头直接入地会腐蚀掉。第二个呢，是你直接拿这个石柱在这里摆在这里呢，它有一个防腐的作用，让它的寿命会更长一些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叫分散这个承重，让房子更稳当。还有在施工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它有找平的作用，施工更省心。当然还有另外所说的这种抗震，也有一定的这个基础。月呢？我转去了。哦。在工厂厂房没有中国地，是要早点就这样。对。要挖多深？深一点、浅一点，但不怕，是吧？我是想感受一下。免费的劳动力为什么不用？好玩。这些玩完了。那当然你就要盖有底呢。又能修点。累呢？真的累了。因为这张抽台是太沉了，就讲的这样抽台还是太高。哦，现在还啥这个抽台轻了？对，抽台这个才是个感官。太高的好像下山的。主要是你下肯定不对。山线。来，啥？还是挺累的，是不是？太累了。对。家就住在隔壁。在下面。在下面。老房子在上面。我看你们这边的房子，我太喜欢了。喜欢。太喜欢你们。你来租房子是澳洲一下。也有人来租房子的。对。租去干什么？租个在啊。租个在。对。那一般是租多少钱？好，翻得好一点、巧一点的。好一点是一般好一点的。1年。好一点的1000，1年1万零一点。1万零一点。对。那还算好。带家具什么的。家具倒不小。有多大？就是有140。给有院子。有是像平房。像平房那种是吧？对。像你们那里站讲一层一层的。等于让你要的时候，帮我介绍一下。可以。我可以去看看你们家那个老房子。老房子在那。你们准备要租的那个？要这么讲，就像这个。要这么讲。要这么讲是，人家爱人讲3平方。是3平方呀。对，3平方。3平方嘛。都是说租这个房。喜欢租这种平房。这叫平房。就是带院子这种。带院子就讲，哎呀，太旧了，你们不会住，我倒是有，你不会住，你不会住。可以看看。可以啊。我就当看一看。好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我。要住的时候要重新修一下。要重新修缮一下，对吧？好，我帮你把这块地盘完掉。不要，我自己盘。你带我去看看你的房子。不是，就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就可以了，嘎。那个可以扛着锄头跟着你走一趟。锄头摆这里就可以。摆就可以了。不会要。好。太累了。我帮你看，我带你看一下。如果是我不经常做事，肯定
再挖一下快自泡了。就起泡。对啊，就就起起泡了。来，在那里往这里我抱一下包。哦，往那边走干。对，往这边走。好，让大姐带着我看看她的房子。哎，不是重点，不是熟的是小事情啊，太累了。我今天晚上要吃3碗饭。让大姐带着我们看看。我们是对这种老房子是真的很有情感的，喜欢。要这个是要修一下，不是不会旧的。啊，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。你说商品房呢，我们哪里会想到就住商品房？就是来村子里面住这种房子，像养老一样的，是吧？就坐着休闲一下了。因为是讲是不会自然的。哦，现在都不住。这个村我看了一下，都基本上都搬空掉了，对吧？大家看了不会自然。那为什么不住在这里呢？那下面挨着就到下面去住啊。哦，因为这里房子太近了。啊，主要是房子太旧了，是吧？对，住不了了，所以就搬到下面去。哦，确实，我现在手都是软的。哎，但还好你那把锄头是轻，对啊，是这样的。那重的怕是两三锄头就不行掉了。这是手烫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做好。哎，如果我天天再这样种，难说就还是有点可以。哦，啊，其实真的很舒服的，大姐。养猪啊，养鸡啊，养哎，牛我跟你讲真心话，我真的觉得这种房子是真的很可以的，舒舒服服的，不会住了，就不会住了。不会住了，在这里。哦，在这里呀。好，瞧一瞧不会住了，来看看大姐搬他们家下去延兴北街212，有个香水也叫212。我对这个房子还是可以的。这个是养鸡啊，养了也要自己吃。哦，现在就是老房子呢拿来养一些小动物，养鸡对呀养鹅，对然后新房子我们自己住一住。哦，对啊，先让自己住一住。他们可知道我们在哪里？212，跟他们说一声。哇，这个可以，必须要修缮一下。哦，那你帮我说一下，你这个以前住是哪间是住人的，哪间是这个？这2间都是住人的。哦，这2间都是住人的，是吧这2间是？下雨会不会漏雨？现在不会了，以前都会漏雨。哦，这个是厨房。对，这是厨房。这边这还是厨房，因为是老人住，我们住2人住一边。哦，跟老人住是1人住一边的这种对呀是吧？哦，那这边就是就是住人是住人的，都是没人住了，哦搬坑了，哦，是没人住了，什么都到我了。平常你们休息的时候就来这休息，对是吧？在下面。哦，在下面休息。就是要修缮一下。对，修缮一下。有钱的时候可以要修缮一下。要是有人住就修缮一下，没人住了。而且这个房子是有人住着就会越住越好。对。没人住，长期不住就慢慢就朽掉了。对，是啊。啊。就像这种，这我们什么都没有吧，以前但是像这种上面以前是拿来干什么用的？是的。现在不爱住嘛，搭些上搭，要不得搭到上面去。哦，就不要的东西都往上面放是吧？对。哦，然后没有人住。两边住人。对，两边住人嘛。哦。可以啊，这个。就是唯一缺点就是要修缮了，但它都要修缮一下。除了这个整个顶要修缮一下。我们以前是像这样住啊。以前就像这样。对呀。修都不修了。对呀，我们以前像这样住，现在是爱的在下面收住。现在在下面盖了房子。对，没住。就没住这里了。对，因为我以前这里是老人被抽嘛。被抽出我就买点商品房住一住。住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商品房住的还没有这种好处。对啊，下面当太响了。对了。这是我们一爱的在下面。要不得老说喂鸡去，喂鸡吃的。我老忘记了。没事。一直打工机在外面，打工机在天里的是，过来都是这种住。
就是要修缮，不然对，要修缮。要是有人就修缮一下，倒是可以走。有人来走的时候就可以走10年20年，都可以走出去。像有人来修缮。像残酷了，会了。会了。保守。所以会知的，有人要走的时候，把它走出去。我也看到了这个河堰北街，这个位置很好，很舒服。左右两边都没住人。这里太凉了。夏天就太凉了，这里。夏天凉。对呀。冬天呢？冷不冷？不冷，这样房子不会冷，这样头房是冬暖夏凉的。我就当随嘴问一下，这个房子如果你要租的话，你要租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们小 A 点就可以了。有人了要修了走啊，他自己修完也可以。反正就一租就是10年20年的。对啊，10年20年30年都不拍，我们再住不了了。现在都住不了了。住不了了，我们不来住了。